在永久中立这面大旗下，小国瑞士不仅在2次世界大战中独善其身，还得到了大量好处。似乎瑞士能够成为今天这个经济高度发达、政治无忧无虑的小国，永久中立功不可没。但真实的情况是，永久中立并非国家富强的秘诀，这个招牌其实是掩盖瑞士为虎作伥本性的一副面具。其实，在历史上，瑞士的民风极其彪悍，这块小小的土地上，各种本土势力、外来势力彼此争斗不止。1291年8月，乌里、施维茨和翁特瓦尔登3个州结成了永久同盟，史称老三州同盟。他们在1315年的莫加滕之战中战胜了强大的哈布斯堡公爵利奥波德，一时风光无限。此后200年，3州同盟逐步扩大为8州同盟、13州同盟，形成了松散的旧瑞士联邦。团结在一起后，这股阿尔卑斯山下的势力开始疯狂对外扩张。15世纪后半段的勃艮第战争和斯瓦比亚战争是旧瑞士联邦对外扩张的高潮。经过这2场战争，其版图一度扩张到了北意大利的米兰。巨大的胜利使瑞士人忘乎所以，殊不知他们对米兰的占领已经触碰到了法国国王弗朗西斯一世的底线。1915年的马里尼亚诺战役当中，法国炮兵和重骑兵依靠着巨大的人数优势将瑞士军队击败。铩羽而归的瑞士人这才发现，他们这些年来的胜利全凭一股激情。作为内陆小国，自己没有真正的争霸资本。自此以后，旧瑞士联邦由此开始退守老家。而在战争中知道瑞士善战的法国，也不想再同这个浑身长刺的小国敌对。在马里尼亚诺战役1年后，他们与法国签订了永久合约，后来又在1521年签订同盟条约。而在老对头哈布斯堡王朝那边，瑞士人也签订了代契联盟。瑞士的中立实际上是意识到自我上限之后的退让，但不论目的如何，中立这面大旗算是立起来了。瑞士的第一次中立一直维持到拿破仑崛起之前。法国大革命爆发后，瑞士一直有一股主张倒向法国的势力，其能量之大足以与中立派分庭抗礼。1798年，拿破仑占领瑞士。1803年，他通过调解法令和中介宪法重塑瑞士的政治秩序，使瑞士心甘情愿成为了法国的附庸。瑞士为表忠心，向法国支援了4个团的兵力，他们跟着拿破仑一路南征北战。有了老大哥带路，瑞士在那几年里不再保持中立，直到1812年，拿破仑在俄国战场上惨败。1815年维也纳会议上，各国清算法国的时候，瑞士又一面摆出一副受害者姿态，一面高喊中立，成功打动了会议桌上的列强。他们全都签署宣言，承认了瑞士的中立。到这时，瑞士永久中立才真正获得了国际认可。凭借中立这块招牌以及曾经疯狂扩张留下的威望，瑞士在近代几百年里发展的顺风顺水。17世纪欧洲30年战争时，各个大小国家都在战场上打得精疲力尽，德语区各邦国的人口损失都在1/4以上，唯独瑞士反而开始凭借中立原则悠游自在地发展本国经济。正是在这一时期，瑞士人引以为傲的钟表制造业和奶制品行业获得了飞速发展。那个时代的德国作家格里摩斯豪森在小说《赤尔历险记》中借主人公之口形容瑞士，与其他德语地区相比，这个国家对我来说很陌生，就好像在巴西或中国的感觉一样，我把这里视作天堂。永久中立不仅是一张护身符，也是一块金字招牌。瑞士本就是一个各族混居的中间地带。1815年维也纳和会后，更是成为了金融界的避风港，大批资本蜂拥而至，为瑞士银行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从那以后，瑞士把中立的理念延伸到了金融领域。直至今日，瑞士银行掌握着全球1/4的境外财富。瑞银集团2023年年报显示，仅这一家企业的总资产就达到了17172.46亿美元，是瑞士当年 GDP 的2倍。凭借永久中立带来的金融业和制造业繁荣，瑞士在2033年的人均 GDP 突破10万美元。而永久中立为瑞士带来的好处还远不止这些。今天的日内瓦号称瑞士的外交首都，但许多人甚至不知道瑞士真正的联邦政府所在地是伯尔尼，而非日内瓦。而且日内瓦在19世纪以前也不属于瑞士。把日内瓦并入瑞士的还是反法战争后的那场维也纳会议。欧洲列强被永久中立打动的同时，还把当时自成一国的日内瓦划成了瑞士领土。之所以把日内瓦称为瑞士的外交首都，是因为这个城市遍布各大国际组织的总部和重要分支。世界贸易组织、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电讯联盟、联合国欧洲总部。在吸纳国际组织这方面，久负盛名的美国纽约与荷兰海牙都无法与日内瓦媲美。时至今日，日内瓦依旧是举办国际会议的首选地点。像2024年6月15号开幕的首届乌克兰问题和平峰会，便是在日内瓦举办，与会国家多达91个。
这些国际机构和国际会议是瑞士最重要的软实力，使这个小国能够发出的声音远超其国家体量。在永久中立这面大旗下，瑞士赚了个盆满钵满，但其实几百年来，永久中立充其量也只能算是瑞士人的一句口号。真到利益冲突时，瑞士人一点都不会介意在中立表象下同那些心怀不轨的大国进行合作。一个国家想要成为中立国，首先要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可，想要获得国际认可，就要遵守国际社会对中立国的要求。1907年的第二次海牙会议上，与会各国分别签署了关于陆战和海战中的中立国权利与义务公约，也就是1907年海牙第5公约和1907年海牙第13公约。他们要求中立国不得采取有利于交战一方的行为。这2份条约签订时，瑞士代表就在条约上签了字，3年后正式以中立国的身份加入上述2份条约。1916年，各国再次确认了瑞士的中立地位，且不论拿破仑时代瑞士的所作所为是否与中立国立场背道而驰，至少在20世纪以后，这种事就不该再发生。然而，在二战时期，瑞士实际上很果断地抛弃了他们的立场。二战爆发之初，纳粹德国从各个国家刮取的财富有很大一部分存在瑞士银行里。为了彻底控制瑞士，德国在1940年制定了针对瑞士的冷山计划。意大利的墨索里尼也放出话来，要把瑞士的迪西诺州并入意大利，但后来入侵法国的过程中，德国却刻意绕开了瑞士。希特勒之所以没有执行计划，其实是因为瑞士从开战之初就在违背公约，为德国提供便利，以换取自身的安全，而且这仅仅是一个开始。眼见纳粹风头正盛，瑞士立马向德国提供了1.5亿瑞士法郎的贷款，同时有意加强了对德国、意大利的贸易往来，为这2个法西斯国家的战争资源积累提供协助。1943年，英国情报部门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现象：德国在市场上抛售的黄金数量已经超过了这个国家开战之初的黄金总量。在排除了其他可能性之后，这批黄金唯一可能的来源就是纳粹政权大肆掠夺后存在瑞士的。当德国开始大规模迫害犹太人以后，瑞士政府十分配合地宣布，犹太人不应当视为政治难民。许多想要逃到瑞士避难或经由瑞士去往别处的犹太人被堵在国境线之外。即使是拿到签证合法进入瑞士的犹太难民，也遭到了驱逐。有时候，他们甚至会直接把犹太人送给德国军队。瑞士史学家埃德加·彭茹在《瑞士中历史》中说道：1932年至1943年夏季和冬季，在瑞士庇护难民的历史上构成了最黑暗的篇章。二战期间，由于无法进入传统的避难国，从瑞士被逐出的犹太人难以计数。直到二战结束半个世纪后，瑞士资助纳粹的黑料还没被挖完。上世纪90年代，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瑞士银行在二战期间协助纳粹洗钱、藏匿黄金，还有大批犹太人的钱存进瑞士以后被吞掉了。事件发酵以后，世界犹太人大会提出的索赔金额高达200亿美元，而这笔钱的金额究竟有多少，一直没有定论。在美国等国的施压下，瑞士政府和瑞士国家银行也不得不认罪。他们在1997年出资了3亿美元成立了赔偿基金。1998年又由瑞士联合银行和瑞士信贷银行出面担下了一笔12.5亿美元的赔款。而多个犹太人团体认为，这些赔偿在瑞士侵吞的财产中也只是冰山一角。他们已经找到了410万个疑似与二战期间被迫害犹太人有关的账户，但直到21世纪，瑞士依旧以保密为由拒绝公开这410万个账户的详细信息。如果还有人认为瑞士是一个中立国家，不妨听听1995年瑞士外交部长弗拉维奥·科蒂代表政府谢罪时所说的话：我们不能也绝不否认，瑞士在二战时与难以用语言表达的野蛮行为有牵连。在对瑞士中立质疑最多的90年代，这个国家被世界各大媒体称为纳粹帮凶，但实际上，瑞士并非只是一个纳粹帮凶，谁赢他们帮谁，才是瑞士伪装在中立表象之下的小人本质。俄乌战争初期，瑞士政府不假思索地追随西方，对俄罗斯口诛笔伐，同时用冻结俄罗斯公民财产、加入对俄制裁、对俄罗斯关闭领空等举措向西方表忠心。仅瑞士信贷银行一家就冻结了价值176亿瑞士法郎的俄罗斯资产。尽管瑞士联邦主席兼外长卡西斯等官员一再表示，这些举措并不意味着瑞士已经放弃了其传统的中立立场，但永久中立地位不是一国政府自己说了算的。除了他们自己，没人再相信这是一个永久中立国家。不过，瑞士的这一次投机似乎并没有取得曾经那样的好处。在制裁俄国自砸招牌之后，信誉破产的不仅有瑞士政府，还有站在永久中立大旗下发展起来的瑞士银行。自瑞士放弃中立以后，大批储户逃离，瑞士的经济形势急转直下。
瑞士央行公布的数据显示，他们在2022年一个财年的亏损就达到了1320亿瑞士法郎，约合1425亿美元，相当于瑞士 GDP 的18%。而瑞士银行业的百年老店瑞士信贷银行此前几年就丑闻不断。此次危机中，不仅冲在对俄制裁的最前列，还被爆出泄露客户资料。连番打击之下，这家银行在2022年仅账面亏损就达到了76亿美元。2023年3月，每天都有上百亿的处置流失。为了平息瑞信危机，瑞银集团宣布以30亿瑞士法郎的价格收购瑞信。而为了消除收购过程中的阻力，瑞士议会又专门修改法律，使这次收购不需要经过股东同意。这下子又捅了一个硕大的马蜂窝。俄罗斯那边的怒火还没有平息，西方也开始炮轰瑞士银行业违背操守。经过2022年的银行业亏损之后，2023年的瑞士还在继续崩溃。不得已之下，瑞士在2023年3月宣布取消对俄制裁，回归中立政策。不久后又宣布拒绝接收乌克兰伤兵。然而没过多久，美国司法部就开始对瑞士施压，宣布调查瑞士2大银行与俄罗斯的联系。重压之下，瑞士在3月29号宣布恢复对俄制裁和对乌援助。1天以后，又宣布推翻前一天放出的狠话，接着中立。到了4月，俄罗斯客户们又收到了瑞士发来的威胁，如果他们继续在俄罗斯纳税，瑞士将继续冻结他们的资产。不到1个月的时间，瑞士让人们看到了他们的中立有多灵活。所谓永久中立，不过是为自己当墙头草准备的说辞罢了。俄乌战争是一面照妖镜，在这次冲突中，瑞士对中立政策的灵活运用不仅体现在经济层面。自冲突爆发后，瑞士已经开始大规模提高军费，从北约国家购入各种先进武器。为了援助乌克兰，瑞士军队提前退役了他们手中的25辆豹 2A4 坦克，随后这批坦克被德国回购。尽管瑞士在协议中声明这批坦克不得用于俄乌冲突，但有了它们作为补充，德国就可以拿出更多坦克援助乌克兰，这与瑞士直接援助乌克兰没有本质区别。2023年7月，瑞士与奥地利一同加入了欧洲的天空之盾联合防空体系。截止到2024年，该体系内的20多个国家，除了瑞士，已经全部加入北约。这在事实上意味着瑞士已经踏上了一条下不去的贼船。而如今，或许已经到了瑞士人自己砸掉永久中立这块金字招牌的时候了。